谢谢寿司送的为你闪耀。新的一集更新了啊，大家没看的赶紧去看。今天晚上8点更新了一集啊，大家没看的赶紧去看。新的一集在 B 站、油管都已经更新了啊，没看的抓紧时间去看。谢谢花送的粉丝灯牌。谢谢包子之刃送的粉丝灯牌。下周能更吗？我们尽量，因为下周的那个也是大量的特效 ，AI 特效。谢谢宜昌送的粉丝灯牌。叨叨直接页面，直播界页面，直播界面看到我了，好惊喜！我知道了。对，今天新更新了一集，没有看的抓紧时间去看啊。还以为叨叨的哭戏，叨叨没有哭戏，他是一个演戏哭不出来，但是直播能哭出来的人。要看他哭戏就看他直播哭就好了，正规的场合他哭不出来。阴阳怪气我是不是？你不让他买东西他会哭。我勒个豆儿！刚看完啊，小智刚看完。这我感觉不用刷，但是开灯刷啊，你开灯刷。哎，里边这个门没刷呀？是啊，没来得及刷呀。我还以为里边这个不刷呢。你得开灯刷，你不开灯刷都看不出来啥。里边灯也得打开。我就感觉这一集我都没怎么演，全是 AI 演的。美好的爱情原来是梦一场，好伤心。所以我们一开始想起的叫绿楼梦，我们想起的叫绿楼梦，不叫绿豆，叫绿楼梦。但我觉得有点蹭人家，有点不太好啊，蹭《红楼梦》。这一集水分太大，这一集水分才不大，这一集等于我们拍了1个月。晚上好。
额头上的月牙。制作之繁琐，比我们拍戏麻烦多了。绿楼梦怕有人举报我们。还有多少集结局？下一集就是结局。你们不看预告片的吗？我准时看了，我第一个点赞收藏啊。都想看甜甜的恋爱了，这快大结局了还没填上，那你白看了。我们11集、12集挺甜的呀。你断更这2个月看直播不挺甜的吗？是。11集、12集你经常看，谢谢你的支持。现实世界应该还会遇到梁宇吧？不知道，我们还没剪下一集，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谢谢这个暗恋对象冒死给猪接生那个雨夜，你送了啥呀？送粉丝灯牌。绿豆有第2部呗？没有。绿豆第2部也不知道写啥呀。原来穿越是这样啊，穿越是哪样？就是你和猫啊。其实这个结局也算是大家选的结局，因为我没事我也会看那个评论区嘛，我就看评论区怎么猜这个剧情的走向，然后我根据这个剧情走向写的一个结局。梦里的时间也到了现实中的睡觉时间，所以才醒过来啊。大结局哪天更新？尽量下周吧。如果再拖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我们尽量下周。我们歇1天，明天就开始整。哪能歇哦？今天也整了1天，一直整到了7点才整完，8点钟发。所以没看的赶紧去看。
上传之后我又改了2遍了，重新上传了2遍。吓你一激灵，吓死我了！你也上学了？是。2025年的梁宇。星期一收到了，哦，好。张斌没死啊？张斌在梦境里死了呀，现实当中他肯定没死啊。梦境和现实是2个时间线。这集虐吗？这集不虐啊，我觉得这局还好。哪里虐了？一共几集？一共14集。谢这个小鱼，叫小鱼是不是？小鱼的点亮粉丝灯牌。这就说得过去了，是不是后边补的？是后边补的呀。梦境，我只能说梦境就是梦境，梦境跟现实当中是有关联，但是比较相反。因为梦境，张斌是一个恋爱脑，但是现实当中张斌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女魔头。所以他相反的，他其实更新了新的一集，大家没看的赶紧去看啊！小爱同学，音量小一点。下周4差不多，因为下周4大概有几个特效，然后我们可能这1-2天赶一赶，差不多，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特效我们没豆了，就是那个极梦它好像是
要那个什么豆儿，就是就是要攒那个豆儿，然后就是才能做很多个版。现在豆儿可能也有点不够了，我们还得就是想办法。梦叫，大结局有没有轻轻透露一下吧？大结局的，我们拍的时候，大结局拍了每一场，就是大结局是有一场大吻戏，然后我们拍了，每次拍这场大吻戏大概都得3分钟左右，3分钟左右，就每次拍这场吻戏要3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大概拍了5、6条，然后后来改结局，然后时间就是季节有问题，所以我们又重拍了这场大吻戏，很烧经费吧，钱也花了，但是最主要的是 AI 它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就像在赌，就每一次都不知道生成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试过很多次。说你做这个 AI 你肯定得充会员嘛，你充会员了，然后你才能买那个豆儿，那个豆儿才能让你去试 AI，已经很棒了。就做完这个剧，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我不想做剧了，太麻烦了，很烦。该歇歇，就是会好麻烦的说，一个破剧，花了好多精力，好多时间。后边大年能看到猫，梁宇看不到猫，真的很吓人。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我们拍戏就是很讲究缘分。我们在拍大结局的时候，本来定的大结局不是这个猫，我们是在拍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只流浪猫，拍外景的时候有个流浪猫，他们就抱回来了，然后就灵机一动就把这个剧情改成猫了。原本的剧情我也忘了是什么了，好像就直接穿越了。原本就是开门。对，原来反正就是原本的就是没有这个猫，就直接就是硬穿。然后突然来了一只猫。第一集买彩蛋了，是的，这个破剧我们改了好几个版本了，其实，结局改了，然后整体的剧情改了，片头也改了，反正就由原本的苦情戏改成了现在的玄幻爱情喜剧，之前就是大苦情戏，我觉得。改了好多个版本。小爱同学，客厅空调调到24度，
最后一集应该是糖吧。最后一集我觉得也有难过的，他在刷漆。最后一集也有难过的一些剧情，但是更多的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原来真的埋了好多的线，然后就是等着大家去一一的看到这个我们之前就是埋的线，但我提前可以透露出一个细节，就是下一集的张大年，也就是张万里，逐渐的在忘记梁先生，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梦嘛，时间长了，他其实就想不起来梁先生，对，他是逐渐的在失去这段记忆的。就像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做了一个梦，过几天就忘了，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根据生活改编的，最后一集何时更新？大概下周吧，大概下周，不知道。那很意难平了，不会啊。是的，还有一个这个伏笔，是的，这位朋友看得很仔细，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吗？大家下一集就是会看到，可能我们的用心吧，下一集会看到我们在剧本上，反正都能把很多事情串联进来。看到猫跳进来的时候，你没看懂，你可以多看几遍。多看几遍就看懂。稍等一下。谢谢上官瑞阳的点亮粉丝灯牌。就是这个两江新区西爱城这个是吧？那我一会儿回给你补问一下吧。为什么真实呢？因为我会觉得很多的剧情跟我生活上都有关联嘛，包括你们看到的这一集的那个房子，
这一集的房子其实就是我给那个前任付的首付的那个房子。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当时想做铃芽之旅的那种开门然后穿越，后来找不到那种废墟，也找不到那种大门，所以我们就又改的剧情，然后就改到一个，因为在外景的话收音也不太好，我们就改了一个空房子，所以就改到了那个房子里面。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编剧不是一个难事儿，制片人是个难事儿，就是你编剧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制片人要找到相应的景，然后去实现它。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大结局什么时候更新？大概会在下周。大结局现在也就是，差那个特效的部分。你们辛苦了不辛苦？我们更完了以后我就放假了，我就彻底放假了，我就可能给自己放半年的假，啥也不干。预告片里有一段是在北影里拍的吗？不是在北影拍的，我们学校是不准有拍摄的，就北影的校园里是不能有拍摄的，那个得跟那个学校打招呼的，然后要什么过审批，特别麻烦。看到我戴眼镜，当时我们想着拍那个北影的那个招牌嘛，都不让。就学校就得你发了个新的过去，你试一下。就是你得，你得跟那个学校打好招呼，你得把剧本给他们，他们要审批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在校园里就是拍摄。但我们找了一个挺像校园的一个地方，也不能说像校园，就是找了北京的一个产业园，找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文化创意园那种。老园应该很好找到啊，梁宇在做直播。你对象都消失了，完了你还能做直播？梁宇还能继续做直播？你爱的人消失了，完了他消失了，好，我继续做直播吧。能是这么个设定吗？以后会当的，还当的，不知道。以后尽量不拍了，
不愿意拍，拍太麻烦。觉得影视它是一个收入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一个行业，所以就不想拍影视，想拍综艺，还是喜欢综艺多一点，综艺就没有压力。综快完结了，不快了，这还快啊，都已经从拍摄初期到现在快1年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找我当演员。哦，对呀，是。在想啥呢？我在想啥我也忘了。因为我昨天打电话刷油漆，然后油漆可能进了鼻腔里了，然后我今天就一直特别难受，就那个油漆进那个鼻子里了，然后就一直在打喷嚏，一直在咳嗽。没戴口罩。双男主，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能没机会。如果我再拍一部剧的话，我一定会拍直播。如果我再拍剧的话，我会拍一个直播，然后可能会找2个年轻的小孩当主角。如果我再拍剧的话，我下一部剧的构想就是找2个年轻的大概25岁左右的人去演我曾经直播的那段回忆，就是那些经历，把那个直播界的一些隐藏的一些规则呀，包括一些勾心斗角啊，一些东西就拍出来，但是会找2个25岁左右的。现在我身边没有合适的演员，如果有合适的演员的话，可能我会拍。大家可以你可以幻想一下，可能就类似于《宫心计》那种，刘三好和姚金玲，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本。2025年梁羽不认识年。下一集的剧情可能不是你们想象的。谢谢开启每一天的为你加冕。最新更新了一集，大家没去看的抓紧时间去看。今天 B 站和油管更新了一集，呼吸的感染力真强，心痛倒了。没有啊，那场戏
也没有什么哭戏啊。就一个落泪嘛，这个不算啥哭戏吧。毕业还是深刻。这个版本已经是我们调过的了，一开始的版本更快，就是快到让我会觉得说好像是看预告片儿，就真的好快这个节奏。这一集就没有那个矫情的，没有那种就是情绪叠加的过程，就直接就只给。就有点像大揭秘只给，然后就情绪这一块就完全，那个猫看着有点不太干净，因为那个是流浪猫，临时让我们抓回来当演员的。我们正在那块拍室外的戏，然后看到一只流浪猫，然后我们就抓回来了，然后拍完戏我就想养了，但我后来又没养。它就是那个小区的一窝流浪猫，然后就过来让我们抱回来了，而且它特别粘人。很帅，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他最帅的那个时候吧。他在干活啊，冷冷又被打了，冷冷不该被打吗？冷冷的设定是见一次打一次。突然被打了，好高兴。他还会被打的。你也想被打？变态。你也看了13集，就不起眼的那个动画，我们真的做了将近2个月，就是那一段动画的戏啊，能有1分钟、2分钟，我们做了2个月。好麻烦。AI 好难做，是。
就是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知道了就快了一些。为什么不叫梁宇，叫梁先生？没有为什么呀，这个就是一个设定而已，没有特殊的含义。回去找叨叨了。而且其实我看了第13集，我会觉得说，就是会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觉得很有意思呢？因为之前我剪每一集的时候，我都参与剪了，就是最后这2集我基本上不参与，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就没有看那么多遍。我就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我之前的剧情我真的看到想吐。最后2集我基本上不，我只是我属于监制，我没有好好的在那个观看。最后一集你也不剪吗？最后一集我也监制。现实的素材，对，现实的素材是的。反正第14集就是应该快递到了，我都听到他扔快递。谢谢布加入了粉丝团。你穿上衣服，你直播一会儿，我去那个弄弄鼻子。让2把刀直播一会儿，我这个鼻子特别难受。欢迎来到梁宇的直播间。主播怎么不高兴？因为我对象今天突然间消失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正打电话呢，一扭头人不见了。每次看完剧会不经意的把张万里和梁先生带入图图和叨叨。几个老复刻一下剧里的弹幕，感觉你剧里更帅，剧里穿的衣服好看。测苹果吧，吃的是西红柿。前集我收到专辑了，谢谢你们。好的。记得2025年去找他哟。我要上哪儿找他呢？给他打电话也是手机也成空号了。给他发微信，结果就是红色感叹号。
梁宇知道张大年做梦的内容吗？梁宇是张大年梦里的一段经历。我想要购买商品，已经发微信好友申请，再麻烦你了。好的，换个号加他微信不就好了？他那个微信就你用别的号搜，它就是不存在，微信号不存在。然后你就只能看见他躺在你的微信列表里，但是你给他发微信就是红色感叹号，用别的号搜它就不存在，用户不存在。梦里的世界是200亿，不应该张大年找梁宇吗？张大年因为他知道他只是做了个梦，你会去找梦里的人吗？按道理应该没微信了，因为梦里加的好友。梁宇有张大年的微信啊，但是张大年没有梁宇的微信。张大年现在有对象真难办，你好。张大年消失，梁宇有想到他是穿越回去了吗？这怎么想得到？手上是什么灰尘？是装修的那个漆。梁宇不是跟张大年买了新房子吗？然后梁宇在给自己的家里刷漆。哎，可惜了。我刚跟那个客户谈了一单大生意，这个喜悦没有办法跟张大年一起分享了。也许我现在看着天上星星的时候，张大年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跟我看同一片星空。太深奥了，我想好好过完这一生，不要什么回忆穿越，谢谢你们去。我刚才又看了第1集，张大年跟张斌说他只知道他姓梁，在北京，估计14集应该最能对应上。竟然还有人去翻看第1集。25年全民直播，要是再晚点时间穿越回去就喊囤金了。直播也成了绿豆的一部分，想把你俩害死。经常看我直播间直播的朋友，如果你们在你们的身边打听到了张大年的消息，记得发私信给我。猫的动画感超好，很喜欢。谢谢你。抖音的大数据应该会把梁宇的直播间推给张大年吧？这个不一定哦，因为张大年他平常喜欢刷的抖音的内容都是那种小鲜肉，梁宇都不属于张大年的菜，他可能刷不到梁宇。因为张大年穿越回去了，而且想起第1集他提到过姓梁，我就又去看了一遍，就是这个台词就行了。啊，你们竟然还会记忆力好啊，过去那么久都记得。但是具体结局，梁宇能不能找到张大年，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张大年会记得你。
梦慢慢就会被忘记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绿豆这次，今天晚上8点更新了第13集啊，大家可以去 B 站去看一下。然后大家记得多发发弹幕。辛苦你们了，最近那个极梦生成 AI 视频又涨价了，好像涨了1倍都不止，我记得在网上看的。我们这次这个 AI 短剧花了200块，就是买了200块钱的豆，后边如果涨价的话，估计又得花钱。13集的内容是你们在一后补拍的吗？不是，13集是那个房子的剧情是8月份拍的，8月份就是第一次补拍的时候拍的，就是跟那个梁宇和张大年在海边那场戏是一起拍的。谢谢小伙真帅送的，小伙真虎送的人机票。2年不在一起，感情也会变淡了。还有什么剧情？前边那个张大年旁白的那段剧情也基本上就是跟那个海边那场戏是一起拍的。都是第一次补拍的时候补的。还有什么穿越回去？哦，还有穿越回去的这场戏，就是张大年穿越回去的这场戏也是那会儿拍的。就这集基本上都是那个时间段拍的，就是补拍第一次补拍的时候拍的。那时候就决定改穿越了，对，是那会儿就已经说要改穿越了。这个格都透过屏幕了，啥意思啊？看了就不想停下来。我们反正下周就那个大结局了。那其实6月份拍的内容很多都没用上，我们基本上拍的内容都用上了。就是你们看这一集，你们看第13集，我看有评论还和弹幕上说是剪了好多东西，但其实我们是东拼西凑加了好多东西。我们是为了把能够拍的素材全部用上，然后图图就是剧本都改了好，就是想破脑袋改剧本。就这他原本说还有一段梁宇的那个剧情还没加上去，原本想加上去的，但是也没地方加了。穿越回去以后，梁宇会不会根本不认识张大年？这个是后边的剧情啊。剧是25年上半年拍的，剧是25年6月份拍的，我们是6月1号开机，好像是，我记得。我想回头找你们喝酒，我们过2天就走了。衣服都有签名的，衣服如果你们需要签名的话，我们会给你签的啊，就是你要备注一下，我们就会签的。直播挂衣服链接。哦，你没挂链接是吧？哎，挂着呢。点那个讲解。这个是我们的衣服啊，如果你们想要那个想要签名的话，你们在备注上备注一下就好了。
切 C 的粉钻灯牌。突然被中断的感情不会那么容易忘记的，就算找不到对方也会深深印在心里吧。一般这种遗憾的是印象最深刻了。打冷冷那段好猝不及防，打冷冷那个镜头好突然，那个本来就是为了凸显一下这个设计，为了增加这个剧情的丰富度。补充一些那个人物的设定。后面图图走了，叨叨的视角没有了。叨叨梁宇的视角可能要到下一集了又。如果是梦，梁宇记得张大年吗？它是2个不同的时间线。这个你们现在如果还有这种疑问的话，下集应该你们就会得到解答。其实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下集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图图他会根据反馈，他会做一些微调。现在我们的这个剧情其实跟原来的剧本也有一些不一样了。下一集是加长版吗？还是之前一样？应该会和之前是一样的。下一集不会还没剪吗？是没剪呢，我们明天开始剪。希望最后一集图图不要太短。这个我其实不太知道。想问一下 T 恤 size， 体重85公斤，身高170，大概买多大号？可能没有适合你的号了。我们现在最小号是 L 号的，你这个是穿 M 号可能比较好。他们俩就指着这个戏搞热度的，要不然过完年就更晚了。随便你怎么想。我们那个 AI 就，你 AI 生成视频，你本身就跟抽卡一样。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副扑克牌有52张，有52张牌，那你现在你就是想抽到那个黑桃尖儿，你就是想抽到黑桃尖儿，然后你把那个牌摊背面朝下摊开，你随便抽一张，哎，你抽了个红桃 K， 那你说这个不是你要的，然后你就把它扔掉，然后你再抽一张，哎，你抽到了红桃尖儿。你说红桃尖儿，虽然不是我要的，但是跟黑桃尖儿也差不多，那我就先保留一下，然后我再抽，哎，我又抽到了个梅花的什么玩意儿，你说啊，这个肯定也不行，也不是我想要的，你就又把它扔掉。你那个视频，你那个用 AI 生成视频就跟这样一样，就是你随机生成一个视频，它那个视频，你可能你有一点点能用的地方，但是也可能整条你都用不了。但是生成这个视频呢，白天你要排队，短的话可能要1个小时，长的话你可能从下午排到晚上，才能给你生成一条视频。你生成这条视频，万一你抽牌抽到个什么梅花3，你就完全用不了。然后你每次你抽牌你还要花钱。虽然它生成结果非常随机，但是你花的钱是实实在在的，退不回来的。所以我们都是靠这个概率，
就是我可能只有20%的概率抽到我想要的这个视频。它又花钱又浪费时间，所以不是我们不想更，而是我们真的就是 AI 做的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慢，然后又非常的费钱。没关系 ，L 号也可以。L 号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抖音上拍了。买的衣服收到了，质量还不错，版型也好看。我们这个版型是，就是贴的这个，它的裁剪非常贴身，主要是。确实AI不确定性。梦醒后，张大年就算碰到梁宇，也不是那个梁宇了，BE了。后边你们往后看就好了。叨衣服怎么不做个黑色的呀？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你用的哪个？我用的极梦。还有就是你们说，做了个什么动画，感觉我看弹幕上说做动画感觉不伦不类的。那没办法，因为现在极梦你没有办法上传你的人脸，就是你没办法上传你的照片。你上传照片的话，那个极梦直接说你检测到你上传的素材里边有那个人脸，他就直接给你打回了。就比如说你排队排了1天，好不容易排到你了，但是你是之前上传的那个素材里边有人脸，你这次排队直接就作废了。你要替换素材的话，你要重新排队。所以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被提示包含人脸信息，我们就是不能使用真人的照片，它生成的视频的风格也不能是那种现实的那种风格，拍摄的风格，它只能是这种动画风格。后面如果可以的话，我看有没有机会帮你们做视频生成。你们公司是也是做这个视频 AI 的吗？谢憨憨送的点亮粉团，重新勾搭一遍梁宇。那个刚才张大年他直播的时候不是说了吗？他说，时间一长，他就会慢慢把梁宇忘掉了。我搭一套，我操，那也太感觉很麻烦。谢谢东北的北宋点问呢，是发际线理高了一点？没有，发际线一直这样。我做图像和视频生成。那你的是本地搭建的吗？还是也是联网的？谢谢雷送的点亮粉团。新买房子了吗？怎么在刷漆？你们看那个我们第13集吗？梁宇不是跟张大年一起买了套房子吗？叨叨最近都没去健身，我这2天没去，但是我最近去的挺频繁的，就这2天不是在剪片子的嘛，就没空。这大佬有才又有才，公司有服务器资源可以定制化你们，那不是那个相当于那个挪用公款给私用吗？你这个行为不会被你们公司发现吧？忘了就意难平了。如果后续还有需要的话，我们最后一集是下周就要上了，所以肯定来不及了。就是我们最后一集是原本打算下周就上线了，所以你如果现在打肯定来不及了。就是这套啊，不是这套。谢谢不爱吃苦瓜的点亮粉团灯牌。没关系，我是技术活，这点事情我还可以做出的。那关键是我们下一周就上线了，所以就是很短的时间，我估计肯定来不及吧。你搭建这个东西还需要很长时间。
这次应该来不及哦，是。叨手怎么了？那刷漆，我买的那个滚筒，它是那种棉的滚筒，就是你一滚它就会往外甩那个漆，甩到我手上。肥图是不是刚才播累了走了？他去看看那个评论。猫的那段看得我头皮发麻，真适合拍恐怖片儿。图图就特别爱看的就是恐怖片儿。你们看这片儿看猫的那段会觉得害怕吗？会觉得害怕吗？还是说觉得还是其他的感觉？为什么大年一直叫梁先生不响哥？那就是一个称呼，还挺好的。谢谢白天 OVO 送的粉团灯牌，不害怕啊？不会，那有什么怕的？那为什么会说觉得像恐怖片？谢谢小张送的粉团灯牌，有点跳戏。反正我鸡皮疙瘩起来了，不会害怕，觉得质感很好，意境很棒。反正我感觉那个氛围有点恐怖。梦中也叫梁先生，就是他对于梁宇的一个称呼，就是叫习惯了。就是你们对自己的对象都有各自的称呼吧？请问买专辑可以签？可以签名吗？可以签名，就是你们在微信上跟我讲一下就可以。如果你们不讲的话，就是默认是没有签名的啊。感觉他演恐怖片会很好，有点像张国荣《异度空间》那段。图图他就是他喜欢看，他也想拍，就是内容确实有点直给，节奏太快，因为我们拍摄的素材很有限。然后本身这个又需要做一些特效，我们又没有那种技术力，就是幸好前段时间 AI 那个视频软件那个大爆发嘛，要不然我们还做不出来这种效果呢，会有点心悸，还是很好的。小猫是借的吗？不是。多少斤呢，老公？比轻了还是重了又？轻了1斤。墙刷了，墙很干净。图图是用那个补墙的那个膏给它补了。小猫不是借的，小猫是那天好像拍个什么外景，然后突然就捡了一只猫。那个猫其实有2只，捡了一只之后，我去拍那个外景，我又遇掉一只，又捡了一只，就是2只猫长得一模一样，基本上。在哪儿买的房子？在惠州。这段时间每天早上睡觉都要被电话吵醒。下星期大结局了吗？计划是下星期大结局的。欢迎收编猫猫当铲屎官。本来图图是想把那只猫带回去的，他本来是想把那只猫带回去的，但是邀请那个猫上车的时候，好像那个猫不上车，然后就没把它带走。
刚好你简单的这带去2025简单，那个不是剧情里的故事，我们是那个剧情之外的故事。老公，你要来播吗？对呀。狗丽，你确定不跟我一起颁发这个奖？图图有鼻炎了，应该他今天说话确实感觉像是就是鼻子不透气的那感觉。一切都是缘分，所以这部戏自然很多，这就是这么的贴切。我觉得是没有很自然吧，也有些大部分的表演我觉得是比图图之前的剧好，就是那些配角。刚看完《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一集。绿豆是什么时候拍完的？我们经历了前后有一次拍摄，3次补拍。我们第一次拍摄是6月份，拍了半个月，从6月1号好像拍到了13号还是14号。然后补拍的话，就是8月份补拍了1周左右，9月份呢又补拍了1周，11月份呢又补拍了2-3天，就是一共拍了这么多天。还得等多久？又一个49天。我们不确定啊，因为我们要很多东西要用 AI 来做。一部剧本大概要写多久啊？剧本，土豆写剧本很快，好像1-2天就写出来了。梁总下集出场会有新造型吗？不会。原本之前拍的时候是导演说要把梁宇的胡子刮掉，就是他说人物要做一个改变，他说要把胡子刮掉。如果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可能发生的造型变化，但是后来也没刮，因为我那个不同意，我说这个刮掉就不好看，我就没说让他刮。手怎么了？手刷漆刷的，沾上漆了，看，都是白点子。辛苦2位，请好好休息哦。休息不了，明天我们又要剪下一集了。你上次留口字也好看，口字湖跟这儿有啥区别呢？以后不用住酒店了，太好了。我们剪完片子之后，我们就要开车旅居北上了，肯定还要住那个酒店。肩还好吗？肩还是那老样子。我肩膀就是平常活动没事儿，不用力就行。我现在主要是脖子颈椎这儿不舒服，就是每天，哎呦，就是我应该是有一节颈椎稍微有点错位了，
要给他摁回去就好了。但是没有那个买房子不是定居惠州吗？这个房子不是，没有。啊，百里屠夫为你点赞。图图是怎么进到自己的直播间的？欢迎大家来到百里屠夫的直播间。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右下角的这个T 恤，右下角这个 T 恤就是绿豆里面出镜的那个 T 恤，也不是出镜的那个 T 恤，就是绿豆的那个网店中做的那款 T 恤。谢比比的粉丝团灯牌，同款，那我们剧里没有穿这款，但是它出现在了我们剧里，就是它的图出现在了我们剧里。只有14集吗？是的，我们剧一共是14集。签名的话，可能要把专辑拆开了。有人问是不是删了一些面基的剧情？是的。面基的剧情我们删了，我知道的是删了两个人。真好看，谢谢你。为什么要删？因为其中一个他的就是我跟图图刚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演员他的对象骂我跟图图，就是那个演员当时的对象在网上骂我跟图图，所以就把那个演员的戏份给删掉了。然后还有一个演员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店里的合伙人，就是他在我跟图图在一起的时候，他在网上就是说我的坏话，说我跟图图的坏话，跟我这儿说那个图图的坏话，跟图图那儿说我的坏话。梁总刚破产后生意好不容易做起来，隔则耀日又把老婆带走了。不是把老婆带走啊！你们可以看，你们如果看得仔细的话，其实看到那个梁宇跟
梁宇跟那个工厂对接聊天的时候，他就给那个张大年的备注就是老公。当时还没关注你呢，没想到这么多事儿。就是当时我跟我前任分手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前任分手之前，我那个合伙人就在网上说，也不是在网上，他就在线下问我，他说你其实早就跟那个百里屠夫好上了吧？我说你说放什么屁呢你？请问 T 恤只有白色款吗？对，现在只有这一款。就是我跟我那个前任分手之前，他就问我，他说你其实早就跟那个百里屠夫好上了吧？你做美甲的没有？我们这个是刷漆刷的。然后我说你放什么屁呢？然后他说你别骗我了，我都知道了。我说你知道啥了？你知道了你就知道了。然后后来我跟我前任分开了，分开之后我在我那个合伙人在跟我在工作室那会儿就是工作室那会儿正好没有客户嘛，我就跟他说，我跟我那个合伙人说了，我说我跟我那个前任分开了，然后他特别开心，真的吗？然后我说然后他就觉得我可能要跟他处对象，然后我就明确说，我说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他说为啥？就是我说因为就是感觉我们在一起，就是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一起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觉得他的这个性格非常的合伙人喜欢你对象啊。你随便你怎么理解。我就感觉没他你和图图不一定会好，跟他没关系。其实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我觉得是肯定会走到一起的。而且并不能因为他导致我跟图图在一起这件事情而去感谢他，这个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然后我讲到哪儿了？他非常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跟他一起共事了那么久，我觉得他的性格就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他特别的小心眼儿，然后小孩子脾气，就是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跟你那个闹很大的别扭。就是包括我之前跟图图一起拍戏，他不同意我拍戏嘛，然后呢，我就因为我就又想拍这个戏，他不同意我拍戏的理由是他觉得我这个拍这个戏就是进圈子进的越来越深了，他说他不想让我进圈子进的这么深。我说我他妈的拍个戏怎么就进圈子进的深了？然后他的就是每次理由都不一样，一是说一会儿是说怕我进圈子进得太深，然后二呢又说我跟百里屠夫走得太近了，说百里屠夫这个人就是人品有问题。他说人品有问题，然后我就说我们之前一起拍戏的时候，你是跟我一起去片场的，那百里屠夫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我说你那会儿就是我那个合伙人那会儿，他也觉得图图怕你被拐跑，就是我那个合伙人他那会儿觉得也觉得图图是个那个什么，他也觉得图图是个不错的人。就是当时我去北京拍戏，我是跟我的合伙人一起去的嘛，因为我不敢自己去，所以我那个合伙人基本上每天跟我在片场，跟图图有非常多的接触。然后那段时间他对图图的评价就是说，哎，图图是个不错的人，跟那个网上传的一点也不一样。然后后来因为我拍戏我自己去拍，就没带他了，他就不开心了，他就开始造谣图图，他造谣图图，造谣的就是头是道的，说他什么，说图图跟龙二好过，然后就把人家睡了之后又把人家踹了，就说图图跟龙二。
说的头头是道的。我说你是，我说你从哪儿听说的？我说从哪儿听说的？他说不用听说呀，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我说怎么就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他说你当然不知道了。他说因为我就是我那个合伙人，他说因为我跟龙二是同时代的网红。他说我们那个时代的网红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语。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之前拍戏吧，拍什么戏？他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可以随口胡诌一些东西。就是他这个事情也是感觉也是他话赶话之后，随便就是编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时间期出来了，你们赶紧去 B 站看吧，记得多发个弹幕哦。一个1线，一个18线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之前也不混圈子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小孩子脾气的另一个原因。好像是那不知嘛，没有图图没有跟龙二好过啊，他们只是演员跟导演跟演员的关系，就是经常网上被造谣嘛，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我那个合伙人觉得我跟我前任分手了，我就跟他好，然后结果我就把他拒绝了。我说我觉得你这个。我说你这个性格也不是我喜欢的，就是我不想，就是我说我不想跟你做恋人，我们就是要么就做那个，你要么就做合伙人，要么就做朋友。龙二无故躺枪，是呀，就是人家就拍个戏，天天被这样造谣，就跟图图一样，天天被造谣。然后呢，我那个合伙人就直接头也不回，一声不吭的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说要收拾东西，要回苏州去了。我就心想，这个人怎么不是我们当初开店的时候说好每个那个月要在店里待1周吗？怎么这因为这事儿，他说走就走了？我感觉就是更加加深了他这个人就是小孩子脾气的那种印象。我觉得这种人真的不适合那个因爱生恨，真的就不适合在一起这种人。然后他走了之后，他就跟那个图图说，他问图图说二宝刀因为你分手了，你知不知道？然后就发生了后边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图图在直播间讲过很多次的事情，就是我那个合伙人就开始跟图图讲我的坏话，说什么当然他怎么跟图图讲的我不知道啊，都是看那个聊天记录，然后加上图图的口述我知道的，说我什么图什么图图的钱。然后还还什么图那个图图钱，然后还什么还很邋遢，他就说这，那我想，那如果我真的图钱的话，我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你知道吧？我说我如果真的图钱的话，我为什么不跟我合伙人在一起呢？我合伙人他家里是深圳的，然后他家里好像他自己在深圳有一套房，那房子虽然在龙岗还是在哪儿，那在布吉，好像离那个罗湖很近的一个地方。他家就是有一套房，然后他自己好像也有很多的存款，他跟我说是有很多存款，具体是有多少其实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也跟他一起去过他家，因为我想着
他家就本身就深圳的嘛，然后那个他平常在苏州住，然后他因为我在这儿开店，他会每个月来我店里1周住店，我就想着，哎，是不是因为他要来我这儿，然后可能他也会回家里，他家里会知道他在这个深圳跟别人合伙开了个公司，然后呢，他又是负责技术这一块的，就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角色吧。然后我就想，那是不是要去拜访一下他们父母呀？就是作为这个合伙人的这种关系。然后我那会儿还去了他家，然后买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家里。然后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也都很客气。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好像在哪里有一套房，然后他说他们家那个他哥哥是哪个很牛逼的医院的，在讲合伙人吗？是的，在很牛逼的医院的一个医生，然后讲他们家以前是什么有钱人家，认识的朋友也都是交往的朋友啊什么之类的，也都是很有钱的，然后我就后来他后来评价我就是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跟图图在一起的，所以我在想他跟我说这些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就喜欢这些他才跟我讲的。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些东西。谢二送的粉蓝灯牌，可能是在展示自己吧。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说实话，现在我以前觉得他是这种人，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他是另外一种人，所以现在我有点摸不清他当初的做的所有事的动机，我都有点搞不清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呢，那个图图又把这个人的戏份给删掉了，就是因为我跟图图谈恋爱了嘛，所以图图肯定是我讨厌的人，图图就不可能再让他出现在我们剧里了，所以那个图图又把这个人的戏份给删掉了，所以这就是大家问为什么好像删了2个面基的片段，所以删了2个人的戏份嘛，对。你只解释了不是因为钱，那拉他是不是？拉他嘛，我确实不爱收拾屋子，而且我喜欢就是东西随手乱丢。我拉他可能是因为我对干净的标准就比较低，我就觉得地上如果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种碎屑垃圾，我就算是干净的。比如说你地上就是飘了一片那个纸巾，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不想捡的时候我就可以不捡，就让他觉得就在那躺着，我啥时候想捡我再给他捡起来。我觉得脏主要是那种碎屑会比较脏，但是那种大块的就随手摆在地上，比如说一个纸盒子就放在那儿，我就觉得那就不是个垃圾。还有邋遢吗？我想想，邋遢我还有就是衣服可能就是我会扔到脏衣篓里，然后脏衣篓满了之后我才去洗，我不会每天就把衣服脱掉之后立马去洗掉。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然后比如说这瓶水，我就喝了一点，然后我就随手就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又拿起来，就是有一天我把它喝完了，我又随手把它放到桌子上，然后这个瓶子可能就会在桌子上待很久，就是我可能就会没有那种随手把它扔到垃圾桶里的这种习惯。就是我很爱随手放东西，放完东西之后，然后我就
我又眼里又没活。M 码什么时候补货 ？M 码没有了，卖完了。我们不会补货了，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卖完之后，我们就出下一款了。就是直到家里他可能就是乱到了一定程度，然后我就会开始把他们所有东西都给收拾好，就收拾的，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然后又开始积累一些脏乱差的东西。就是你觉得我的生活环境他说干净吧，他觉得不干净，但是说脏吧，它也达不到很脏的程度。比如说0是干净，然后100是最干净，那可能我到这个脏乱的程度到50的时候，我就会给它全部再给它归零。就是它可能你大部分时间看这个脏乱差的程度就是在30到40这种程度。叨你是天秤吗？对，我是天秤座。下一款会做什么衣服呢？下一款我们可能会做是类似这种的速干面料的衣服，做这种的。但是跟图图在一起之后，我已经比之前勤快多了。其实我个人感觉有点乱的比较温馨。图图之前也是说，啊乱的，这不才是家不都是乱的吗？新专辑会有线上的吗？没有，我们都是线下专辑。试穿一下看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做这一款啊，所以也没有必要试穿。我们还没有决定说下一款做什么样的。那下一款衣服和尺寸和版型和现在这款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你如果做这种速干的话，它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宽松了。跟图图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比以前勤快多了，因为我老怕图图说我，也不是怕图图说我，因为他不说，就是图图干什么他都不说你，他就是在他比如说你做什么事儿他看不惯了，他也不说你，所以你就要让自己尽量不要做那些他看不惯的事儿。会做外套吗？不太确定。随手放的话，再找会不会比较麻烦？会，就是因为我有些小工具，比如说刀片儿，可能我购完快递之后，我就随手放在桌子上，然后再找可能就找不到，就比较难找，也不是说找不到吧，也能找到，就是比较难找。我现在正在慢慢养成那种把那种固定的东西归位的习惯。谢开心每一天送的星光闪耀。二图图呢？才休息了吗？他今天那个鼻子不舒服，更新了一集。谢开心每一天和文熙送的微星闪耀。谢开心每天送的星光闪耀。周杰伦的新专辑还没图图的歌好听。周杰伦的歌，我觉得他歌很早之前就显露出一个趋势，就是他喜欢写一些很西化的东西，比如什么依然范特西。你看这个专辑名字范特西，它的名字就是非常西方化的一个名字。这个粉团任务只能一个个送，特别麻烦。
哦，我都不知道这些还有这些任务是干啥的，我都不懂。而且那个周杰伦的歌的他的编曲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明显的西方化的风格。还有一集嘛，对。然后他拍的 MV 也都是那种精致的就是欧洲啊、美洲啊那种，主要是欧洲吧，就是欧洲的那种画面。当喜欢 S.H.E 的歌吗？我好听的我都喜欢。15集大结局吗？14集大结局。又去理发店修了一次，没有啊？我偷偷给我剪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谢谢时光望海送的粉蓝灯牌。谢谢城市猎人的粉蓝灯牌。比视频里看的短一点，视频里那都啥时候的视频了？下集预告看到张斌复活了，因为是不一样的时间线嘛。主播二头这么粗，还好吧？说明你长得太帅，谢谢你。最新一集里面，梁先生直播中，是啊，如果，之前我直播的时候，可能大家也看到过我对象出镜啊，我对象叫张大年，我们这个服装店呢也是我们俩一起做的，但是平常呢就是我直播比较多，他直播比较少，但是应该大家也都见过他，所以大家如果在身边看到长得像他的，记得私信我。我昨天给客户打电话的时候，打完电话我一扭头，他突然就不见了，就是消失不见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电话也变成空号了，发那个微信也发不出去，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反正大家一起帮我找找他。你服装店在哪里？你看我现在戴的这个 T 恤就是我们店里的。张先生消失了，是的，我也不知道他，我们刚买了新房，我就觉得以后的生活挺有盼头的，但是他突然消失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先生是谁？张先生是我对象啊，叫张大年。你们如果有哪个朋友见过他，或者是有他的消息，记得跟我讲哦。看完了，太好看了，谢谢你哦。我们还有一集，还有一集没更新呢。你们如果有张大年的消息，记得带话给他，你跟他说梁宇很想他。你跟他说我会等他2年，如果他2年之内还不现身的话，可能我就会把他忘掉了。在哪里看？在 B 站啊，哔哩哔哩搜百里屠夫绿豆。下一集什么时候播？下一集可能是下周播吧。13集什么时候更新？13集已经更新了啊，13集今天更新了，你们可以去那个 B 站看，然后记得多发弹幕。第12集最好看啊，那你就是喜欢看那种。喜欢看那种甜甜的。
都忘了图图是穿越过去的，穿越到过去了还是未来的？他是穿越到过去了。刚开始那位挪车的是梁先生吗？他长得都不一样。我看完都没发弹幕，那你赶紧去补几条。他不是和你说过他是穿越过来的吗？没想到他可能穿越回去了。那他穿越回去，那你会相信他是穿越回去的吗？我宁可相信他是丢下我自己跑到了别的地方。他如果是穿越走了，那我真的就无从找起了。又看到张斌，其实我感动了，这闺蜜太好了，放在现实的话，那应该2年前梁宇就应该找张大年，那个2年前梁宇就该找大年，2年前梁宇为什么找张大年啊？图图去哪儿？图图休息了，他鼻子不舒服。下周更大结局吗？下周我们争取吧，不能跟大家打保票，因为现在，奇梦涨价了，我们如果靠每天白嫖的豆来做的话，估计要好多天。那个图图消失的 AI 效果还不错，就那个 AI 我们生成的至少不下10万。付费的话，极梦要多少钱？极梦它是阅读会员，它好像有好几档的会员，有初级会员，然后普通会员，还有个高级会员，每个价位都不一样。它价位不一样的同时，它送你的豆也不一样，好像高级会员送的豆最多。同时好像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打折，好像听说是涨价了，涨价之后好像没有打折了，就是好像之前是每个档次的会员生成视频的时候耗费的豆也不一样，高级会员好像是耗费的豆是最少的，然后普通会员或者是你没有会员的话，你耗费的豆是最多的。我今天刷视频刚听说今天刚涨价，高级的是多少钱？大概高级的这个100-200吗？还是多少？我忘记了。但是你现在充高级的也没用，因为因为我之前买了1个月的好像是普通的会员，它只有到这个普通会员到期之后，你下个月才能再改成那个高级会员，所以你没有办法立马买。你现在买的话，现在买只能买豆，买豆的话，你普通会员买又很不划算，高级5000多一年，5000多一年，那它要单月的话，估计要更贵了。这个衣服是纯棉的吗？不是纯棉的，它是50%的棉，它是有一面是棉，有一面是那个聚酯纤维，这个它是分2种材质的，这个。当时反正工厂是这么跟我讲的。豆是怎么买？豆就直接拿那个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这种，直接用这个买。但是买豆很贵，就是如果普通会员的话，买豆很贵。我们打算，我如果下一集的话，我打算重新注册一个号。重新注册号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行，他会不会，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跟实名是绑定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我们打算重新注册一个号，然后重新买一个高级会员，那样他就会送很多豆。这些豆我估计应该够用了。充年的有时候，妈呀，年的太贵了，怎么可能充年的？你就是为了做一个最后一集这个短剧，你充一个年的那我们这个投入和产出比都不成正比了。上一集本身我们
做那个特效，可能就花了200多。你要充个年的话，那太不划算了。主要是上一集那个特效主要是时间成本，因为吉梦它不是吉梦每天都会免费送一些兜嘛，我们主要是用那个免费的兜每天做一点。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那个绿豆第13集更新了，今天大家没看的可以去 B 站搜百里屠夫绿豆看一下，然后大家记得多发弹幕，多评论，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些对剧情的看法，还有对大结局的一些猜测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发出来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些东西。吉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用吉梦抽卡抽到的失败的产物。看你来生日后皮肤越来越好了。就是之前那个张大年他消失那一段，现在不是用那种绿色的粒子效果生成的吗？然后图图说绿色的粒子效果有点像那个科幻片，他说可能不贴近这个梦的这种表达。闲鱼上很多卖积分的，我之前在闲鱼上看那个积分了，他们也是卖的那个月卡，然后图图说他想要那种化为灰烬的感觉，就是那种纸在燃烧成那种白色的那种灰烬，他想要那种效果，然后我就改提示词嘛，改了几版。这是其中一个，还有。这个我觉得还行，但是这个呢，它就是提示词很重要，要么就会抽卡。对，提示词很重要。然后呢，这个但是图图他想要那个灰烬是往上飞的那种感觉。我刚看完真的非常好，谢谢你。然后他想要那个往上飞的感觉，然后他同时图图说这个灰烬它是往下掉的，但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那地上会有一滩那个灰色的东西，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剧情了。他想要那种往上飞的，然后我提示词呢，我其实写了，我看一下这能看到提示词不能？这好像看不到提示词，然后其实我那个提示词已经写了，就是那个什么灰烬要从边缘，然后到向内的这个什么流畅的过渡，然后灰烬是向上画面上方飘去。我就写了这些，但是它有时候它生成的时候，它不会完全按照你的提示词来走。最后一集还会有 AI 镜头，对，会有。你看，就是光图图的这个穿越的这个，我就生成了这么多版，就是往上翻，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就是我们从这么多版里边才挑到了一个，就你们看，短短的可能3-4秒的镜头吧，我们背后要做非常多的这种工作。你用啥模型？用的这个吉梦 Cadence， 用的这个是用的 1.0， 因为这个它不是那种复杂的特效，所以我们没有用那个 2.0， 因为要排队嘛。那有没有想过周围环境消散，只留下图图这样？没有，时空隧道穿越回去比较好。时空隧道穿越，
哎呦，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想到了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之前还有做过一版，给你们看一下啊。时空穿越隧道穿越的话，其实有更多的不可控性。你看，这我们之前做的一版，它其实人物跑的姿势，它就是像在向后退。向后退的话，就是这些姿势，你修改提示词，你明确给他的指令，你说要向前跑啊，怎么之类的。它其实 AI 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你的提示词来做。幸好图图是真人，还能用 Cadence 的模型制作，可能是你们要那种特效的底模训练数据比较少。我告诉你一个好的办法 ，AI 还没这么智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真人来做，就只能你看我光生成这个图图的根据图图来生成的这个它的水墨画的这个3视图就生成了好多版本。因为如果你要保持人物一致性的话，你必须要给它这个参考图，所以你要光生成这个水墨风的这个参考图，其实我就生成了好多版本。图图睡觉了吗？没有，他在那个屋子里。开始其实我们的画风，我们做的 AI 的画风是这个样子的。开始我们做的 AI 画风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比现在的要更加卡通一些。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做3视图的时候，它生成的那种风格，其实给我们整个的视频做了整个一个定调，就是差不多就是那种风格了。你用图图的手机登录云雀 APP， 录入图图的脸，然后再登录图图自己的云雀，可以用自己的脸制作电影。你看我的作品就是的，回头我再研究一下吧。但是我们那个下一集可能我们一些 AI 制作，我们还是会用这种动画的风格，但是可能不会用水墨画了。可能我们会用彩铅的风格，或者是其他的风格，反正应该不会用这种水墨风了。我看之前有没有生成过彩铅风格的，就是这种风格。可能我们会做成这种风格的。其实前几集绿豆里边已经用了，我开始用虚拟形象制作时光照相馆，太超前了。其实我们前几集其实已经用 AI 做了一些视频了。屏碎了。啊？啥屏啊 ？iPad 是屏。你干啥了？用那个 iPad？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张斌在楼上他把那个伞丢了，那个画面之后画面不是有一个雨过天晴的那个一个空镜嘛？那个其实就是用 AI 做的。你看就是这个视频，它就是一朵小黄花，然后它本来下雨，然后变成了晴天。这个视频就是用 AI 做的。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很多
就是里边有一些空镜，它也是用 AI 做的，就是延时摄影，从那个晚上到白天，从晚上到白天的延时摄影也是用那个AI 做的，所以那些场景其实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包括这一集那个天上那个心形的云也是用 AI 做的，那个是我用豆包做的。用豆包做的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会有水印。其实原本这个视频是很好看的，我看一下能找到不能。在电脑里，就是原本它是很好看的，但是因为它的水印会在画面侧面生成，它不像其他的是上边呀下边，它会在侧面，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画面放大到看不到水印为止，所以那个清晰度会很差。很方便，还以为是实拍的没看出来。那个花儿就是那个雨过天晴那段确实做的挺好的，我觉得。然后就是在幻境中跟猫对话的其中有一段的背景音乐也是用那个AI 做的，它也是抖音也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生成音乐的 AI， 是用的那个 AI 做的。我觉得很好。你如果研究过 AI 的话，可能觉得这个做的还行，但是如果你没有研究过 AI 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视频做的很粗糙，可能会因为有评论说这个画风有点割裂嘛，就是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没办法，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上传这个真实的人脸。叨叨，你是不是胖了？没有，加什么可以抹掉水印，涂抹掉水印，这个我不懂啊，不懂这个。谢虎子兔子送的粉团灯牌，我也是做过的，你做的蛮好了。反正现在做这个，下一集图图说的那些特效我头疼。你要保证这种一致性的话，你还得生图，生成这种 AI 图就很麻烦。算法本人负责人的跟你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谢谢你。但是大家觉得做得好的那种 AI 应该都是那种打斗很激烈的呀，或者是场面很宏大呀，特效非常好的那种，他们应该才会觉得做得好吧。我们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它场景很简单，然后剧情也简单。这集很棒，谢谢你。用真人自己来做，我们可能后边还会用这个吉梦来做。因为吉梦我们这个提示词，差不多只要把画风相关提示词改一下就行了。然后可能三视图要重新生成一下，就是比较麻烦。因为之前那个，其实我们那个三视图它的猫的三视图我们也生成了。我们期待下一集，我们期待看到张展颜怎么遇到梁颜。行，谢谢开心每一天的闪烁星河。谢谢开心每天的星光闪耀。个人觉得还是非常贴合主题的，这种效果和剧情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至于其他细节要抠的话，那肯定有空间。
谢谢开心每天，谢谢小盛的粉钻灯牌。其实原本谢言语泉的跑车，谢谢。其实原本我的提示词里其实写了，就是背影的那个水墨在流动，在缓慢的流动，但是它视频表现出来就没有，就是背景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固定，一点动态都没有。我们半个月的等待是值得的，谢谢你。行了，你们夸的我都有点那个啥了。谢谢壮士的大老虎送的微影闪耀。我们这个提示词真的写的很长，每一段都很长的提示词。不说了，我再去看一遍。好的，记得多发弹幕啊！刚看完新的一集，谢谢你，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记得多评论，然后多发弹幕。不舍得干还剩几集？我们一共14集啊，今天是更新了13集，就是还有1集了。谢谢天送的点粉团，谢谢天的粉团灯牌。还有1集，对，还剩1集了。你的歌我也在 QQ 音乐里守护了，挺好听。守护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包括这个，包括直播里的好像一些什么粉丝团任务，我也都不太懂。每天听几遍，谢谢你。看一下 B 站的视频有没有新的评论了。谢谢啾啾啾送的粉团灯牌，没有新评论的。晚星什么时候上线啊？晚星不会上线那个音乐平台，因为我们在那个给大家看。晚星是我们在这个实体专辑中收录了。如果你们想看，这个是他的这个专辑的这些歌曲，跟着我走、晚星、风筝这种，就是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可能要从实体专辑中才能听得到。兄弟们，咱们一起评论一波吧！叨叨做剪辑视频也辛苦了，谢谢大家。
两人谈久了会腻吗？我反正是不会。在哪里购买？你加我的你看你抖音搜二把刀，然后看他的抖音主页的简介，看他抖音主页简介。老公回来啦，你来播吗？我不播。那你出来是？我不能出来。能出来。给。坐着，我先不吃，我肚子有点不舒服。猫 AI 那段感觉好虐。AI 那段会觉得虐吗？啊 ，AI 那段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虐呀？图图走了，意味着要分离了啊。那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你们是张大年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呢？你们会选择永远活在这个世界里，还是回到现实中呢？他们跟张大年选的一样啊。大年不回去，小朋友出国回去了就见不到梁宇了。有弹幕里边有选择留下来的，回去毕竟人命关天，离开找到他，他得回去，不然就要出车祸。但是出车祸了，他也会永久的留在这个世界里。谢虎虎我送的粉钻灯牌，这就好比那个无限阅读。那你呢？你要选的话，你会咋选？我会无限阅读吧。我觉得回去也不见得好。认清现实，这虚幻啊。那虚幻，但是你永久活在那里，那就是真实的呀。谢军送的粉钻灯牌。我们现在经历的东西，或许也是一个虚的东西。婉清上 QQ 音乐吗？婉清不会上 QQ 音乐啊。婉清在我手里的这本实体专辑中，如果你想听的话，可以购买这个实体专辑。我选择回去，我相信芝麻里的相爱的人终将再见。那你是个理想主义。还有张斌死了。张大年回去，他其实他可能也有点乐观，就是他觉得他会找到梁先生。又打阿冷，那个是为了丰富这个他的那个人设。你放心吧，后边还会打的，后边还要打他。你以为打这一遍就完了吗？要多打几次冷冷，他们就习惯了。鬼舅还有阿冷，有啊，他们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真实存在的。谢小狐狸送的点文团。
谢谢小狐狸的粉团灯牌。都好几天没健身了，怎么还有茧子？那茧子又不是一天2天都能去掉的。你这有几天了？3天吧。2天还是3天？这个衣服最大能穿到多少斤？我想一下，120公斤吧，差不多，我估计。哇，还在直播，辛苦了，谢谢。如果是这么说，那其实梁宇就是张万里的幻想了。那其实梁宇就是张万里的幻想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谢谢独处长安送的粉团灯牌。剪片子的时候，每次剪到张大年问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想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谢谢小张的粉团灯牌。啥味儿啊？你说梦里的人物都是存在的，你看他周围的人，他都是存在的，但是不一定会跟张大年，就是不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跟张大年有交集。你就像他的那个好闺蜜张斌，她在那个梦里也是存在的。我的设想，现实中的张大年和梁宇没有交集，这最后一集。你看吧，后面会有一些，就是谁和谁没有交集？张大年和梁宇没有交集。张大年和梁宇没有交集。张大年和梁宇没有交集。在现实中我都没有交集。最后一集你看吧，就是好多悬念都会那个回收的，好多伏笔都会回收的。那个追剧太好看了，你说绿豆那个剧是吧？50%虐心或者完美的结局。你们可以在那个评论区讨论一下未来的剧情可能的走向，啊，图图可能会根据你们的讨论去更改的结果。我觉得张万里会再次偶遇梁宇，然后重新上演甄嬛心计。是啊，那个绿豆，我们绿豆今天也更新了一集，已经更新到13集了，一共是14集，马上就大结局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给我们发弹幕和评论，多给我们点赞，然后投币。图图大家晚安，我已经写下要买的清单了，再麻烦你们了。好的，一会儿我那个下播了，我看一下微信，然后回复你。再演什么甄嬛心计可能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就只剩一集了。因为张大年了解梁爷，那么现实中80%的可能重新追回梁宇。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真的吗？本来不想猜了。对，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就是图图可能会根据你们的讨论来改剧本。因为13集其实就是改过之后的，13集的剧情其实是改过的。第一次看图图小伊人的样子，他很少这个样子。图图一般在家里都是一家之主的样子。
你的松紧度如何？什么意思？霸道总裁。图图在现实中的性格很像，其实跟绿豆里，他穿越之前和那个小茉莉里的他有点像。最像他的其实是小茉莉的那个礼貌。图图之前开酒吧的时候，他就是礼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有90%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他又跟开酒吧的时候他不一样了，就是他现在不需要表现出那种老板的样子。小茉莉的图图实际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再改编的吧。哎，小茉莉好像，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最后张大年在学校里偶遇梁宇了，想去追，但是被学生挡住。出现以后发现已经不见了。那也太幼稚了。我们是成年人。不买老板款了，因为他不需要去。因为他现在本身就不是老板了，他不需要再去做出那种姿态了。别念我，请甜甜的，还有几集，还有那个1集啊，还有最后1集。绿豆中，梁宇和张大年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是真实存在的。其实很多剧里边很多的那个剧情跟现实中都是相反的。就比如说剧里是梁宇买的房子，但现实中呢，这个房子是图图买的。然后剧里呢，就是梁宇是一个那种奋斗的角色，然后张大年可能是给他打下手，但现实中呢也是正好相反。那个绿色消失的特效真的很 nice。那个特效其实图图会觉得不符合他的设定。它的设定里是画成白色的灰烬，然后那个灰会向上飘去，向上飘散，但是我们用 AI 做没有做出那种效果。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绿豆里梁宇买的房子吗？不是。绿豆里梁宇买的那个房子其实是图图也是图图买的，但是那是图图给他前任付的首付，那个房子是在那个房子里拍的。你们如果看得仔细的话，其实就能看到，我们在那个房子的时候，梁宇不是要牵着张大年的手，跟他一起看房子嘛，就是把他往那个屋里拽。其实梁宇他没有牵张大年的手，他是握着张大年的这个手腕，因为那会儿我们俩没有谈恋爱嘛，我不太好意思牵他的手，我每次都是抓着他的手腕去往那边牵的。就是这条我们拍了好像有5、6条吧，就是每次我都是牵着他的手腕。梦醒了还能遇回梁宇吗？你们那是可能是下一集的那个剧情，那段有点生硬硬拽，那不是硬拽啊，那就是一个人物的状态，就是他本身是有点懵的，所以他懵的状态就是然后梁宇呢，他又是非常想要跟这个自己的爱人一起看这个房子，就是他非常热，一个人是非常热切，另一个人呢就是整个一个懵的状态，所以就是一个人就是用力的在拽他，另一个人呢就是被愣在原地的那种状态，其实不是很生硬的。
13集的片头曲叫啥？片头叫《跟着我走》。跟着我走，13集的片头曲和片尾曲，一个是跟着我走，一个是晚星，这2首歌都没有在音乐平台上。它是在我们实体专辑中售卖的，如果你要想听的话，可以购买我们的实体专辑。不过张大年穿越到过去手串特效是绿色的，现在穿越回去绿色特效也算是我回应了。我当初做这个绿色特效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想当初穿越的时候，那个手串其实它发的是绿光，然后我就想的，我想后来穿越回去也用绿光，但是绿光开始做的一版其实不是这种粒子特效的，因为你提示词没有给的很详细，你想象中你是那样生成的，但是你提示词没有写的那么详细，也是我们后来改了好多版提示词才生成现在这种效果。游梦人的演员真的是日本的吗？对，游梦师真的是日本人，就是他的，你们可能听那个配音有点像 AI 配的，但是其实是他本人配的音，他的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标准。然后那个他的录音的那个设备可能他录音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就是他的声音就像左右声道都不是很平，每条声音的左右声道都不一样。图图是背板吗？我个人觉得梁野应该会有反应，会感觉张大年不对劲儿。这个其实正常的话，其实会，他们肯定不会像影视剧里表现的这样，但是影视剧里这么表现，它其实就是为了突出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灵异的现象，就是为了突出这一点。我是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其实这种，因为它带一点这种神灵的特质嘛，所以有点奇怪也是正常的。因为影视剧它里表现的，它其实跟现实生活中不一样，它为了让观众看懂一些东西，它会特意的弱化一些表演。就是他不可能完全按照现实中的逻辑去呈现。你说左声道，我现在专辑来很多指弹版纯音乐就只有左声道。这个很奇怪，因为这些纯享版其实我拖到那个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拖到那个剪辑软件中听的时候，它也只有一边是有声音。它好像也是只有左声道，我不知道是这个文件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然后你必须要在那个剪辑软件中把第二个声道给它调出来才行。包括我们这次用的那个背景音乐叫横川人凯嘛，就是图图之前的歌，也是横川人凯的指弹版，它放在剪辑软件中也是只有一个声道，你必须要必须把第二个声道调出来才行，就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穿越后的梁羽喜好审美应该跟穿越前的梁羽基本一致，感觉会重新追回梁羽。我们只剩1集了啊，你们要知道。你们可以问我大结局的这种问题啊，但是我也答不出来，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大结局是什么。失忆的是那个张大年，又不是梁羽。
猜的方向，对。现在图图给你们提示了啊，失忆的是张大年，不是梁宇。所以如果你们对未来的剧情有什么猜测的话，你们可以去那个第13集评论区里边去讨论。万一是梁宇布的局呢？开局的梁某就是梁宇。按梁宇布局的这一版已经是前2个版本的剧本了啊，就是已经更新过2代了，又更新过2代的剧情了。张大年失忆了吗？这个是后面的剧情，我也不知道。之前说梁宇布局的那个，其实它是，我们在2个版本之前的剧本是这样的。2个版本的剧情就是所有就是张大年遇到那个神婆，神婆给他的那个绿色手链，这些都是梁宇一手策划的。张大年不是带着记忆回去的，记忆会慢慢消散。你看他，其实在13集的时候，他做梦梦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些模糊了。他梦到自己的脸其实是清晰的，但是梦到梁宇的脸其实已经是模糊的了。梁宇知道张大年来自2025年几月份吗？这个没有交代，就是你们可以回看一下第13集结尾，他做梦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就是张大年自己，他梦见自己的时候，其实是能看清楚自己的脸的。但是他梦到梁宇的时候，梁宇的脸是模糊的。包括手链定价20吗？太贵了，大年会骂黑心吗？这个20块是他自己扫的。在剧情里是他自己扫的，对，我也发现了，是吧？就是虽然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模糊的，但是他看自己脸是清晰的。但是他看梁宇就不是，梁宇就是整个人都是模糊的。那为什么梁宇有记忆？因为那个经历来说，对于梁宇来说是他的真实经历。他对张大年来说可能是一场梦，但是对梁宇来说是真实经历。现实的梁宇做梦梦到了一切，然后双向奔赴，毕竟量子纠缠。只不过是张大年突然消失了。对，梁宇是真实经历的，只不过是张大年在他的经历中，张大年突然消失了。所以梦中的梁宇就不出场了吗？这个是后边的剧情，我其实不知道后边的那个剧情是什么啊，就是我不太我只有到明天剪辑的时候，我可能才会知道完整的剧本。期待结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其实也挺期待的。不能剧透，我倒想剧透呢，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后边的结局是什么，皮肤怎么保养的？我皮肤其实不是很好啊，就是直播时候开了美颜会觉得皮肤好。我之前脸上长痘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拍我那个水儿，我后来买那个水儿之后，慢慢痘就没有了。我觉得可能是那痘水里边有含酒精、含乙醇，它起到个杀菌的效果。当梁宇看到张大年消失了，可能梁宇就知道张大年穿越回去了。他应该意识到张大年是穿越回去了，但是他其实是不敢相信的，他其实是不相信的，他可能觉得张大年只是走了，张大年只是离开他身边了，但是
但是梁宇觉得他没有穿越走，他不相信他会穿越走。你也会长痘，我还以为年轻人才会长痘，那跟年不年轻没关系啊，长痘。他说你不年轻，他其实就是为了失误。老公，你要不提示我都没听出来，我真是个笨蛋。幸亏张大年在回去前帮助梁宇把事业做起来了，我怎么感觉后面会虐我？不敢看了，没事，放心看吧。我也好怕虐心。按照现在的铺垫来说，我觉得，我感觉结局不会太虐。因为有些事情它既然在剧情里呈现了，后边就一定会展现。比如说张大年他经常做梦穿越之后，经常做梦梦见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会知道他肯定会穿越回去。但是看到双方演员真的幸福生活在一起了，感觉是开心多了。我个人感觉结局应该是比较乐观的收尾。定位器是关键道具吗？定位器可能会用上吧，我觉得可能会用上吧，它毕竟前面已经有那个铺垫了。我说的都是我自己的猜测啊，又不代表那个结局。不应该看13集，本来可以甜甜的，搞得我揪心了。图图生气了咋办？啥意思啊？他生啥气啊？我没认真看定位器是啥呀？你有没有看我们的剧啊？你打开弹幕看，好好看。虚空造物的境界，勇猛师还是太强了。虚空造物的境界，勇猛师还是太强了。勇猛师是那个元婴期的修士，可以徒手捏造一方小天地。没有人吐槽勇猛师为什么是日本人吗？有人说他的口音，就是说他这为什么说话奇怪？东方神话里边会有一个日本人？这难道也是伏笔吗？这说明日本之前是中国的。哇，原来还有爱国主义思想在片子里，一下子就感觉就得到升华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国庆节献给祖国母亲的礼物，这个片子。因为我还是第1集中提到只有姓梁的在北京，就觉得可能接上第14集，这是我所联想到的细节。我好奇问下图图，我想问问，我知道这个歌曲是哪个电视剧的插曲啊？我知道，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都是伏笔。你们应该没想到，其实在第1集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最后1集的伏笔，是吧？好多人都猜到了。跟我回家，我知道啊。谢谢这首歌循环听了好多遍。你没有看过图图之前的那个影视作品吗？你可以都看一下哦。
柿子怎么这么好吃？没了。超市里的。啊，小象超市的这个是。然后冰箱里还有那个小甜瓜。想和你接触，图图生气了，你咋办？怎么处理？图图生气了，啥呀？想和谁接触？说想和你接触，问想和你接触，图图生气了。你想和我接触，你问图图生气了干嘛呀？你不应该问我生气了怎么办吗？他的，你的意思就是你俩想乱搞是吧？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哦，你意思说你跟我接触，图图生气了怎么办？是这个意思吗？你这样把他乱搞，然后，那你放心，我不想跟你接触。啥意思的？不知道啥意思。我是绿豆迟迟不更新，我就慢慢看小魔力一只马一只马二啊。他想跟叨叨接触，我不想跟你接触啊。我心里只有图图一个人。我现在微信好友也都删的差不多了，就剩一些没有聊过天的没删了，聊过天的基本都删完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你觉得也不接触，就删掉。我觉得留的你会没有安全感吧？我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你看我跟人家聊天，微信只剩下顾客，那也没有，就是有一些跟别人聊天，我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可能聊的天就是让你觉得不合适。那你聊的不合适吗？还是？那我就删了，我们就不会再聊不合适的话题了，就没有这种机会了。那你有对象为什么会聊不合适的话题呢？因为我没有觉得那是不合适的。所以你就是骚惯了。没有。你就是骚惯了，你就是。微信止晕啊，胡哥，我有2个微信号，大家应该知道啊。行吧，你最近你可以聊。为啥？我也打算出个轨。你跟谁出轨啊？我跟尤梦诗啊。你敢？你聊不是我聊。我都没聊，我聊啥了？你跟尤梦诗聊聊天怎么？我看你们聊啥了。你想干啥呀？我想干啥？人家来找我来了。你最好小心点儿。有梦师懂中文，那个有梦师的，就是那个猫的台词就是他配的。我还能记得第1集的剧情台词，我也看了很多遍。今天大伙儿一起论坛关于讨论，又磕了小兔坛子。那个有梦师的微信，我觉得他留不久了，应该。最后一集还没配音呢。反正配完音了已经。最后一集还没配呢。最后一集也就下周的事儿吧。我们这个展示的这本已经破了，都开胶了，胶这儿。谢谢思阳的粉丝团，都买和粉团和点亮粉丝团。这封面，对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专辑的话，可以联系我购买哦。他收录了7首歌曲，
就是包括音乐平台没有上线的《跟着我走》和《晚星》这2首歌，《跟着我走》和《晚星》就分别是第13集的片头和片尾曲。谢黄魂丸的粉团灯牌。晚星真好听，循环听几天了。明信片我已经拿镜框裱起来了啊！相框说错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要明信片了，或者说是签名照来的，忘了那就没办法喽。因为我们本身发专辑的时候，我们会默认就是发一张完好无损的专辑。如果你要签名的话，可能你们就会把这个塑封给拆掉。所以如果不说要签名的话，我们是不会主动的去拆塑封签名的。对，是我忘了。我们之前有的客户好像要了签名版之后，他们会再买一张那个完好无损的，他们说要自己收藏起来。明信片我塑封起来了，就怕掉色。它好像是那个照片打印出来之后，它就自动会封一层膜上去。你们的每张明信片，每一张专辑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哟，你们要好好珍惜。上面说不定还有我的指纹呢。梁宇辛苦了，我第一次就是专辑刚到那天晚上，真的辛苦了，从下午开始打包，一直打包到凌晨5点。才把所有的专辑都打包完，然后图图那天就是熬的实在太晚了，他躺床上睡觉了，然后因为有很多要签名的嘛，我就是打包一本，然后我就会过去喊他签名，他就后边已经眼睛都睁不开，就是机械化的在那儿签名。快递的时候上面的签字就已经有一点掉色了，所以我赶紧拿相框。快递的时候上面的签字就已经掉色了。你说明信片上的签字掉色了是吧？它可能是磨掉了，你可能是没有完全干嘛，可能是没完全干就打包起来了，磨掉了，可能是这样。我连屠刀外包装袋都我和屠刀外包装袋和专辑都一起收藏起来了，那也没有这个必要吧。相片有点掉色了，它可能不是掉色，可能本身打印出来就是那个颜色。我们有一些照片是颜色比较深。你们那个包装袋如果外边写字的话，
就是专辑外附带的那个屠刀英文的那个包装袋，如果写字的话，那个大部分也都是我写的。但是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啊，就是你们只要有专辑就好了。那它那个就只是一个袋子，那袋子我们这里多的是，它不像衣服和专辑一样，它是限量的。那个袋子不是限量的。上面有我名字，就像兔签一样。那如果你们想要兔签，你们就发微信给我就好了，就会写了，图图就会给你们签的。不过幸亏不是每个人都要，每个人都要的话，图图那天晚上估计他觉都睡不了了。幸亏要签名的不是特别多。有好多就是那天第一天打包的时候，好多都没有要签名。我每次就是打包的时候，我都要祈祷啊，希望那下一个不要要签名，不要要签名，那样就会打包的快一点。那天打包的就是那专辑堆了那个一桌子。然后满屋子都是那个胶带的味道，幸好我忘了，不然真的过意不去。那倒也没有过意不去，也不用过意不去。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就是专辑要完完整整的、干干净净的这样收藏，所以他们就不要签名，他们就是要一张完整的专辑。纪念的意义。你们收到签名，如果图图签的那个字儿非常非常有力气，然后收尾收的特别干脆，那就是他清醒的时候签的。下次买衣服的时候再要，但前提是你们二位都没困的时候。他困的时候就是写的就是龙飞凤舞一样，但是那样的签字反而更珍贵，因为他很少在睡觉的时候给你们签名。专辑还有多少张？专辑还有不到100张，有80张左右吧，可能剩的。80张左右，如果来10个，像之前那个台湾粉丝那种粉丝，就全部买完了。他每次都买10本。到时候我会单独跟你再说，如果图图睡了就别打扰他。你们就是一般不会啊，一般不会，因为一般我醒的时候图图都醒的，就是如果你能跟我下单成功的时候，图图一般都醒的，除非是我们发货第一天因为要集中打包嘛，本来我们预售了就很多张了，要集中打包，那天要把所有的都打包完，那天就会打包的很晚。那平常如果你们就是零碎的买的话，就是不会遇到图图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他就算睡，也就是睡个午觉，他就睡2-3个小时就醒了。
好，又到午夜的八卦时间了，凌晨1点了，来吧，大家想听什么八卦？下次买衣服再说。你如果不买我这款的话，估计下一次要倒好久了。因为我们旅居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你的身高，这个也算八卦吗？我身高175。175.5。你呀？那我176。怎么不可能呢？因为我驼背，我其实比你高多了。高多了是多多少啊？是还在惠州别墅里吗？没有，我们是这个是图图又买了一个房子。谢秀宝的粉丝灯牌。专辑它的歌词本和专辑是一体的，它每页其实都挺厚的，但是这么厚，就是硬，它纸是硬质的。歌词本翻到后边之后，它就是最后一页就是这个光盘和 U 盘，还有绿豆，它名为绿豆的释义解释。对对对，光盘还是你和他的合影。对，这个专辑的封面就是我跟图图的合影。然后这个歌词本的封面是图图偷拍我的照片。这属于图图的恶趣味。然后它里边的这些歌词本附带的照片，就是我们的剧照。每一页的设计都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的就在手机支架旁，我的手机就在支架上充电，看设计师还是挺懂的，在我的这首歌上，他就用了我的这张照片。这个照片同时也是我线上单曲的那个封面图，就是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整个剧里边最好看的一帧。其他所有的都没有这一帧好看。
总裁范儿，就是我好像都没有这种角度的，没有这种角度的那个戏。1点了，大家有什么想听八卦的吗？趁人少。我看梁宇追张大年的时候角度好看。梁宇追张大年是什么时候？你说第11集、12集吗？饿不饿呀，宝贝？有，你问我有点饿了。你再忍一忍。咋了？现在吃饱了都会有饿。等会儿就睡了。今天想早点睡，今天也不去健身。这一段戏时，梁宇有发现大年在和朋友自导自演吗？他后边不是有个镜头交代吗？交代就是梁宇看到张大年跟他的朋友这个在后期聊天的这个事了，被他撞到了。你们如果现实中知道有一个人为了接近你，然后去找朋友跟他一起演戏，你们会怎么想呢？你们会觉得偷偷的开心，还是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就是后面没有描写，就这张超帅的画面。梁宇听到张大年说睡地上时，啊的时候特别呆，特别可爱。哦，那正是我擅长的东西。使了一点小手段。你不排斥别人说你可爱？我以前特别排斥。为什么后来不排斥？因为被说的多了。就是每天都被说，每天都被说，就慢慢就接受了。就跟现在天天被说做零一样，就习惯了。谁天天说你做零？你不天天说我做零吗？做领导吧。你看，你看，还有几集？还有1集啊！我们一共14集。他们想做零还做不了。那你别人说你可爱，你会反感吗？会。你会开心是吧？不会，就没什么感觉，那都是别人的理解。谢谢青坤的粉丝灯牌。下部剧想去面试，看一下。你是25岁左右我们的小可爱吗？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啊？其实我下一部戏还想用那个谁。谁啊？还想用那个乔伊，但是我也不能用。啊，你这个形象可能没有办法做主角。不能。怎么那么死？你很老了，是，所以没办法做主角。图图二宝刀在惠州，对，图图的下部剧他主角要是小年轻，要饰演图图年轻时候的样子。
我是个教师啊。必须长得跟二把刀一样锋利才能让当主角。那主角也看剧了。是个教师，其实长得还行啊。客串也知足了。有没有？你这个职业你方便演吗？对你这个职业方便演吗？有没有无能的妻子这种角色？他已经被那个冷冷承包了。25以下，对，就是25岁左右。我要演邪恶的反派，邪恶的反派太脸谱化了，不一定是谁都能演的。我是独立老师，所以时间很自由。那你这个不怕被人撞，被人那个什么吗？被人撞到吗？你这个职业。汉语的老师。或者演大富豪也可以，那大富豪不是随便人都能演了啊，那个要真的有钱才能演。投一下我们的剧就可以了。对，投我们的剧，证明你是真的富豪。是。你如果真的投的话，你不仅是富豪可以给你演，你想演什么角色都可以。让图图专门给你拍个剧，为你量身打造一个主角。报名面试通道在哪里呢？我们还没有那个开始做下部剧啊，还没有筹划。筹划的话，图图到时候会在抖音上发的，演员招募信息他会在抖音上发的。好的，期待。我估计他短期内不会做了，1年之内不会做的。除非这短期内真的有人来投了，真的要投去做。一般，那我也会说，哎呀，没时间，那加钱行。一般投要投多少之类短剧是好奇。像绿豆这种剧的话，至少要50万，就是绿豆这种规模，就是这种制作的质量，然后演员的规模，呈现的时长，就是这种片子至少要50万。然后往上的话，就是你基本上上不封顶，就是你出的钱越多，制作的质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今天更新的13集，你50万就是用 AI 来做，那你可能给个200万，他就是直接用那个 AE 来做了，他就不用 AI 来做了。然后我们的一些特效的画质也不会因为是 AI 做的而降质量了。你们可以有些画面明显看到是不清晰的。绿豆制作真的好精良，不懂的人有难了。绿豆剧作，我觉得确实挺不错的。你光一个片头曲，我们剪了1周，就一个片头。下星期更新吗？叨叨大人，下周，计划是下周更新。计划是下周更新。爱丑爱老主播，那像这种主播应该不是我的粉丝吧？谢谢爱丑爱老主播送的粉团灯牌和点亮粉丝团，你是图图的粉丝啊？这个是图图的直播间。放屁，很喜欢。
拍出来了，是我的粉丝。就是啊，我们俩跟这字儿都不沾边儿。老公，我想尿尿。那你先播一会儿啊。这真好听啊！这歌是魔道祖师的歌，是不是啊？啥魔道祖师？这个歌，啥是魔道祖师？一个动画片儿吧。这应该不是动画片吧？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搜那个我怕空欢喜就能搜到，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这词写的好。饿了点饭啊！我看一下绿豆有没有新的评论了。哦，多了好多评论。哈哈，和一开始某集留言中我构思的结局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貌似还没结束。果然与憨憨事业小郎总的奇遇都是遭遇车祸后的梦中之幻，但有些事儿虚虚实实，峰回路转也是有的。附带信息 ，AI 的引入虽然比较应景，但感觉做的水平有点像动画片哦。建议以后如果再做，可以学习某音里边各种《甄嬛传》改版和恶搞的 AI。我猜下集的现实中，男主可能很快会通过定位找到那个憨憨小梁总了，大家就拭目以待峰回路转的结局吧。让他来吧，让他做。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AI 模型，它只能做这种动画，他连了解都没了解过这个点名，它没有办法上传。就是你要做这种影视剧，
你肯定要保证主角的脸是一致的，所以你要把主角的脸上传到这个 AI 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AI 呢，就是国内最好用的这个 AI， 它不能上传真实的人脸。就是如果你上传真实的人脸的话，它就会警告你说什么有什么不符合规定的素材就不能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真人视频，就只能做这种动画。我们为什么做水墨动画呢？是因为我们了解的风格为数不多的风格之一是水墨。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用水墨风格生成了一些图片，然后我们又根据图片来做的，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水墨风格。到底要看多少遍12集才能接受这个梦？可以稀释一下是吧？ AI 做的还不错，效果贴合剧情非常棒。这一看就是人家懂的。都去看第1集，酒吧投资的大哥姓梁，在北京。我去，伏笔回收了。这捧哏捧的也挺好的。这集感觉节奏太快了，有很多细节没展现出来，有点可惜。因为我们拍摄的素材其实没有很多，只能靠后期来补一些设定。这么刀，早知道不看了。这集刀吗？还好吧，我觉得，因为他还没有展现，就是他有一些细节对话，你就知道这不是结局。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暗示就是那个猫会说一句：“2个人的事，怎么是你1个人决定的呢？”这句话它就意味着一定还有梁宇的视角，就是梁宇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虽然在这里和梁宇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也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我们终究还是要鼓起勇气，选择醒来，去面对现实的难题。逃避并不能改变一切，对身边的人而言，选择逃避的我们就永远消失了。这个评论真的很好。对身边的人而言，选择逃避的我们就永远消失了。我说了，我们用这个 Cadence 做的视频不能用真人脸，然后有人给我回复，可以用过肩镜头。你过肩镜头你拍不到人脸吗？你过肩镜头难道拍的只是一个脖子吗？你过人家肩，然后拍对面一个脖子。世界总是相对的，一切的最终都会是你冲动的消费，或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得到失去都在衡量之中，遗憾便是常态。看来还是有人在认真看剧的。别太熬夜便秘，我是没有便秘的这个。他天天吃那么多，也不便秘，我的佩服。我就很好奇，图图走了之后，梁宇的视角接完电话后的剧情。哎呦，其实有一段梁宇的剧情本来是要放到这一集的，但是挪走了。后来
为啥胡子这么多？因为长得就多。哇哦！我每次说你吃的多，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在嫌弃你？有一点点吧。所以你真的活在自卑之下。因为你说我吃的多，就说我花钱很多。你现在不花别的钱了？那你反正就说我花钱都花在我的吃上了，你都会这么说。对啊，因为你不花钱，所以好奇但又不敢看，怕虐。那反正你迟早得看的。你就是等到它出的时候看的话，你就会那个什么，你还能跟大家一起讨论，是吧？我真的就感觉从小我都很自卑。我就是，抖音上出名之后，我才慢慢的自信起来了。你怎么看待所谓的出名呢？就是涨粉了，有粉丝了，就是出名了。啊，然后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就是你会被朋友说，哎，哪儿又在发你的照片，有人在打听你什么之类的。打听你要揍你是吧？反正就知道自己是出名了，谢王强的粉丝灯牌。有人揍过你吗？有啊。怎么揍的？啥时候揍的？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那就不算。长大了谁会揍啊？发的时候没。他揍我一下，我不用买一辆车。你觉得出名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回到以前，你还会想出名？出名肯定是好事啊。为啥是好事？为啥是好事？因为出名会让你心情变好。你就是一个，你满眼是成为那个名媛的野心。因为从小就自卑嘛，就是从小没有得过什么夸奖。所以你出名之后就会有很多人夸你，就会每天我稍微一夸你都懵了。我真的从小就生活在打压中，就是家里。那你听到我妈夸你说你长得还不错，我当然很开心。不只是因为夸我，而且是因为她是你妈妈，我肯定会很开心啊。我妈妈的审美居然会觉得你长得不错。很多人都会觉得我长得好，就是不管。我以为妈妈会喜欢白白净净的。她可能也喜欢白白净净的，但是她也不排斥我这个长相，也会觉得我这个也好看。不会吧？你这么好看还自卑？我以前，我在长相上反正没自卑过，但是其实我是个自卑的人，因为从小家里都是一直。就是反正是亚洲父母都是这样，都是打压式的教育。因为你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势。你像我小的时候就逼自己强势，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自卑，我没有时间自卑。我就觉得，如果你自卑了，身边人都会欺负你。我们家就是被欺负，所以更自卑了。小时候我爸就不在我身边嘛，就是我妈拉扯大的。我妈呢又很笨。你妈妈很笨？对。为什么？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就是自己很甘心
处于一个笨的这个状态中。我觉得他是这种人，所以他也是一个不争强好胜的一个人，是吧？他就是反正我的性格跟我妈是有点像。下辈子你还会想来人间吗？如果有下辈子，我肯定想来人间的。下辈子我还想当人。哎，你别夸。我想让我现在就这个样子一直活着。下辈子出场就是熊，你下辈子说不定熊已经不流行了。下辈子我想出生在那种富人家庭，想走完自信的一生。想生活在那种众星捧月的那个生长环境里，想体验那种做什么事都不用畏首畏尾的环境里。大道，你听周杰伦的新歌了吗？没有，没有听周杰伦的新歌，我只是在抖音上刷到过有那个乐评人听他这个歌。就是那个叫提米的，我不知道你们刷到过他没有？一个卷发的像壮壮妈的一个那个台湾的抖音博主。小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上音乐课要买那个口风琴，一个20块钱。你们上课真的好夸张啊！然后买那种东西啊？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就是要买口风琴。那只用一次，那买它干嘛呢？要20块，然后全班都买了，就我没有买。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说，我妈就问，她说你问问老师能不能不买呀？然后我就又胆儿小嘛，我也不敢问，我就又没处发火，我就那个，我也没问老师，然后呢，我也没跟家里说我那个没问老师，但是我一直就没有，然后每次上课老师都要问我你怎么没有那个口风琴呀？然后我就说啊那个过段时间再买。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画画，好像画国画，然后我画了一个就是那个画个菊花，然后老师看我画的非常好，他说想让我参加个比赛，但是比赛呢又要报名费。报名费？对，想说那种画画比赛要报名费嘛，然后我就好像是20块钱还是多少钱，也不贵。我就想着，哎呀，比赛为什么要报名费？比赛就是要报名费啊。给谁呀？给那个举办方啊。神经病！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不是来赚钱的吧？然后要收钱，我说那就算了，我就想那就不，我也没跟家里人讲过这个话。然后还有作文比赛，参加作文比赛也是，有一次我也要报名。对，也要收费，就参加作文比赛也要收费。然后我就说，哎呀，那就算了。你们那个城市是不是就是缺钱啊？我觉得这种好像都是要收费吧。
报名这种特别小学、初中这种是没有收费的。你们有遇到过这种什么报名比赛要收钱的吗？那报名费中你们有遇到过吗？评论区里有活人吗？现在？然后包括会收一点是吧？人家都会意思象征性的收一些。然后就是因为这些所有的比赛都要收报名费，所以所有的比赛我都没有参加过。就是老师会觉得，哎，你画画也行，然后写作文写的也行，然后包括所有的兴趣爱好也都没有培养过。是会收一点哇，大家都遭遇过诈骗。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吗？我参加过那个歌唱比赛，学校举办的是吧？区举办的。那他们区里举办就不会收费啊？啊？区里举办竟然不会收费？怎么可能收费？我们那会儿反正是你参加个什么都要报名费，忘记了，我记得小学开学要交钱。反正就是，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就是那种胆小的性格，就是要钱的这种话，从来就不敢跟家里人开口。我就要啊，而且我多要。我们拿钱去游戏机厅，我多要。50块钱包机器，大通。就是大通关是吧？气的呀，哎。大通关是吧？啊。那50块钱也不少了吧？我估计。然后就觉得我非常不懂事儿，但我就一个爱好啊。如果想要一个年龄想活到哪个岁数，那肯定越久越好啊。90岁吧，60、70、80、90，选90吧。然后小时候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就是我们小时候会订豆奶。啊，我也会。然后我就是我们班所有人都订了，就我一个人没订。我们有一大半订，然后我也想订，然后我就跟家里说那个我要订，然后结果要了25块钱啊，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想喝，但是真的拿到这25块钱又去学习了。我们那会儿订豆奶就是老师表面会上会说都是自愿的啊，你想订就订，不想订就不订。但是每个人课间都有啊。对。而且是热的。是。然后但是呢，其实就是半强制的。然后所以每次就是我要不订的话，其实我在学校就很害怕，我很害怕那个老师来问我为什么不订。其实不会，其实老师不会。不会。我们的老师其实会。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希望大家都订，但是你实在不订的话，人家知道你家没钱。不是的，我们老师还会把我们家长叫到学校，然后跟家长说，啊，你要给孩子订这个东西，这个是对孩子好的。放马臭屁！我们老师就是这样啊。老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就被老师叫家长。我真的小时候每天都活在那个担惊受怕里。有的老师真的特别差劲。每次我们那个学校一收钱，我都特别的害怕，因为每次特别是那种自愿的那种，其实说是自愿，其实都是半强制的。然后估计是学校有任务，可能是，然后就是我就特别害怕学校一说什么自愿的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每次说完自愿的，你就回家要跟家里说，然后家里100%会拒绝你，说不订啊，不要啊，不买啊之类的。然后你要回去呢，你又要因为这个事你要去面对老师，就你自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每天就是在学校我都特别老实，然后什么错误我也不犯，因为家里跟我说什么不要说，我家里从小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你要让老师请家长的话，回去就得揍你一顿。第一是家长不去，第二就是回来揍你。
我每天就特别老实在班上，什么事儿也不敢惹，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二把刀好帅，谢谢你。我现在想起小学有一次被语文老师当出气筒就生气。有一天不知道他发什么癫，在上课时候骂我。这种老师我觉得也挺奇怪的。有些老师就是奇怪，所以特别是我之前对老师有滤镜，包括我碰到傻逼老师，我对老师也有滤镜。但当我接触过同性恋老师，我就一点滤镜都没有，因为我发现同性就是老师里边的同性恋啊，玩得很大。应该是同性恋玩得很大，就概率很高。老师还有什么那个医生玩都很大。那个大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夸张的那种，是很骚，就感觉他们压抑的不行了都已经。生活当中压抑的不行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羞辱他们的感觉，就是上学的时候被他们羞辱，然后长大了以后可以羞辱凌辱他们，就很异常的爽。异常的爽。这种情绪不稳定的人家，我从小到大遇到老师感觉都还挺好的。我们那会儿就是我们小学那会儿，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的有个事儿，就是我们那会儿豆奶，我们订豆奶，后来是改成那种小袋包装了，但是我们开始是那种拿那种壶，那种铝壶，拿那种铝壶装的。然后每人一杯，就是每人一到课间就每人发个那个一次性杯子，然后去老师那儿接那个豆奶，然后因为全班就我一个人没订那个豆奶嘛，然后但是那个豆奶经常又会多，然后老师呢就会多了就会倒一杯，然后就会送给我说啊这个谁谁谁你那个没订，但是这个多一杯，这个就给你喝吧。然后我当时又羞愧又觉得那个豆奶好喝，现在想真是没有出息那会儿。后面老师说我咋不自己上去，还站半天他都忘了。你在校图图有没有羞辱你？图图没有羞辱过。我体操没跳好，老师罚站半天，我后面被居民举报，然后老师还把我骂了一顿。小孩会觉得羞愧，现在就会觉得血赚。是啊，小时候会觉得羞愧。有没有爸爸？啥意思啊？我有爸爸，但是我爸爸，是我小学都快毕业了，他才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里。就是我有记事儿开始，我就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老婆，以后想吃就吃啊，我只是开玩笑，你别不好意思吃。没不好意思吃，我有时候就是饿了，但是你又睡觉，我就不好意思吃，我不好意思我自己吃。你不要觉得说你每天吃饭花很多钱，你其实已经很节省了。说这干嘛？我本身吃我也没有节省，我就是看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自己吃。这家伙吃个饭都得看我脸色是吧？因为我怕我自己吃，然后你起来你会怪我。我那是开玩笑的，我干嘛会？刚刚看完，那你有没有给我们的剧发弹幕呀、发评论呀？拷问你一下，观后感写了吗？300字的观后感啊！叨叨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我是19年年中的时候开始健身的，我今年到现在已经健身快7年了。娇羞的媳妇。
我这几天练的抽筋儿了。练的太猛了，太狠的话是会容易抽筋儿。我之前练二头的时候经常会抽筋儿，现在好了，好大的伏笔。你是说哪个地方好大的伏笔？健身好，健身预防41岁就猝死是吧？放屁！健身的人才容易猝死的，我感觉很少见的事。酒吧投资大佬梁先生，最后预告回头真的是伏笔，留了一个悬念给大家。我觉得健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每年体检。然后你体检你要做自己该做的，就是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体检。感觉最近好多健身的都出问题。健身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健身好多都打药，而且有的人负重太大了。负重大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打药的。你算是我见到健身里边人就是重量最保守的。我重量还保守啊？你不是那种就是强迫自己要很大，就是很重的。那我怕砸到自己，因为我都是自己练。对。他们很重的那些，我觉得99%都打药了。你正常人不可能推起来那么重的重量。就是基因这一层面已经给它上锁了，已经有上限了。我现在大腿内侧抽筋，抬腿就疼，那你就别抬腿啊。你就那个，你就别抬腿。练腿就是疼，练腿当时难受，你练后更难受，所以我就不愿意练腿。小时候我记得自己特别搞笑，就是小时候特别容易因为特别小的事儿，然后对你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小时候是这样，因为事儿比较少。特别小的事，然后它就会让你的性格就成型了，就我觉得会这样。现在就发现无所谓。是，上一次没痛感了，然后教练带我练，然后说我没好拳，然后练完第二天就抽了。有些健身就追求上重量，巴不得卧推120，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健身纯为了长肉，能刺激到肌肉就行。拍的真的很棒，谢谢你的认可。推120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关键词刚健身。刚健身的人一般不都是会把100当成目标吗？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卧推100是个什么，到底是个什么真实水平。网上有说卧推100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说是刚是入门。
腿真的痛。我现在又想起之前小时候的事儿了。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给我姐买了个手机，那会儿刚有彩屏手机，然后我就特别羡慕。我每天就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我妈的那个手机养那个猫，里边有那个养猫的游戏。如果你好像你一天不管它，那个猫就跑了，就跑丢了。然后我因为我家里人那个手机不让我摸，不让我玩，我就得每天要趁我妈去炒菜的时候偷偷的玩她的手机。我记得我那个猫已经跑丢过4-5只猫了。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我妈的手机来养猫。然后那时候我姐有了个手机，我就特别羡慕。然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要，我说我也想要个手机。然后家人就说他说啊，你姐学习那么好，会不会考个班级第1名啊，年级前3名啊？你看你就学习那么差，你要是能考个什么班级前3名，我也给你买手机。然后就恰巧就附近就是那个时间点附近有一次考试，它是一次小月考，就只考语数外这3门，就只考语数外，那就是我的强项啊！他不考什么历史啊、政治这种，我都很厉害的。我记得我那次就考了个全班第3。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成绩单，我就跟家里人去要那个手机。然后呢，我爸就不给我买，说什么啊你那么小要手机干嘛？然后我就特别的，我就从怎么了老公？然后我好像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对我爸爸和妈妈没有任何期待了，就是对他们俩，就是真的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就对他们没有任何期待了。那你对我有期待吗？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强烈的期待了。什么期待？就是你以前说你会做到的事情。我什么我没做到吗？就比如说带我去看紫禁城的雪呀。滚。好了。我以前姐有手机，我也没有，然后又不让我玩手机，她随身携带。后面我说我想要，他们说想要自己去买。就是我从那次之后，其实那时候才上初中，我上初中之后就对家里没有任何期待了，所以以后我做什么事我都自己去，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报到我也是自己去报到的，然后当兵呢我也是自己去的，我从来就干什么事我都没有让家里人去管。然后就是每次包括每年回家，其实我都是我说他们说要去高铁站接我，我就说我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可以。然后他们说什么每次走的时候他们说要送我，我说不用，我就自己走就行。我好像就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跟他们慢慢就不亲近了。后面为了这个念想，16岁就去兼职，然后他们还想拿走我转头就买了人生的第1部手机。那你还挺有骨气的。我觉得我长大的标志就是不再相信自己的爸爸是万能无所不能的这件事情。我以前就觉得因为我以前我爸给我画过非常多的饼。他说他问我你结婚是想结到那个老家呢，还是想结到郑州呢？你要想结到郑州，就给你在郑州买套房。这是他经常给我画的饼，给我发的饼呢，就是在郑州给我买房，然后还说，有时候出去吃个饭，还说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子不错，你想不想在这儿住？
那会儿他可能也是生意有些起色，意气风发的。然后他还说，这是大的买房，小的呢就是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就是很多，就是我爸跟我说的80%的承诺他都没有兑现。就是我以前觉得，就是我觉得啊，我做什么事可能都会有家里人帮我兜个底，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发现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包括那你家条件还是有好的时候，是有好的时候，就是好了那么，我想一下，3、4年吧，有差不多，正好就是我当兵的那2年，我们家不是买房了。是买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从部队回来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家买房了。对我都不抱期望，靠自己。现在又跟我说，你结婚给你存钱，听得我都难受。对他们说的话，其实就不可信。我以前还会相信，绝对对他们抱有期待，然后后来就才知道。就知道他们可能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也是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但是后来其实都失约了。所以就不要跟你说话，不要承诺，可以说话呀，要不然你就会失望。你承诺了肯定没做到，肯定失望呀。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爸就说，哎，给你找人，你去个好的部队。我就心想，你认识谁呀？你给我找人？你从小到大你就说找人，结果什么事？结果我姐什么那个当老师，就是从大连回来当老师的事儿，她也说是找人。结果呢，就把我姐整个就给耽误了，就相当于把我姐一辈子都耽误了。我姐本来在外企待得好好的，就是因为他们说啊，回来给你找人，给你安排个老师的工作。结果呢，什么也没安排。结果我姐就天天在网上找那种网上的辅导，作业辅导，也不是作业辅导，就是网上的日语辅导，当这种工作，就没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我当时当兵的时候也说，啊，给你那个，你当兵的时候瘦不？我当兵的时候很瘦，我记得现在还有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就说给我找个什么找人儿、找熟人儿，给我办事儿，结果找个屁的熟人啊！找个稍微好看一点的，好他妈丑啊！我操！许许宝宝时期，对，就长得像许许宝宝，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看，跟现在不像是吧？像吗？在哪儿当兵？在那个青海。这是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你看这时候小蛮腰，这时候腰带可以收的这么窄，看，胖弱两人啊，现在胖了。这他妈是我吗？这就是我。那时候我还比较瘦。当的什么兵种？你看我穿这个衣服就能看出来当的什么兵种。
怎么还抿个嘴啊？我操！这是你侄子对吧，叨叨？当兵的时候啥心情？当兵的时候，当兵之前就是抱着那种参军报国的心态去当的兵。那时候很小吧？那时候也不小了，那时候是21岁去当的兵。21岁当兵不算小了，算大龄兵了。那也不小了，是21岁当兵算是大龄兵种了。那会儿班长好看吗？我记得好像没有好看的部队的时候。叨叨是最后一批女兵。什么叫最后一批女兵？我们那届好像是最后一批冬季兵，我记得是，因为我们是冬季入伍的嘛，好像12月还是11月，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不是11月就是12月入伍的。但我们那会儿的话，我们那一届是最后一批的冬季入伍的兵了，后边好像都改成夏季入伍了。但是冬季入伍有个好处，就是冬季入伍的时候，新兵连训练是冬天，不会很热。你要夏季入伍的话，训练太热了。当兵那会儿真的是一段当兵新兵连的经历是最深刻的。当兵新兵连的那段经历，你就明白什么叫集体荣誉。那会儿是集体荣誉感最强的时候。啥呀，同学？关闭音乐。当兵的时候，那些女兵，特别是那些女兵的那些班长，训起那些女兵的时候，说话说的特别脏，讲脏话。为啥当兵时候也是训练，但不像力量训练长进？因为他当兵时候不是力量训练，那时候还没喜欢同性恋，没有，那时候还不是同性恋呢，那时候还没有发觉自己是同性恋。衣服尺码偏大吗？对，你最好跟我说一下你的身高体重，然后我给你建一个尺码，你拍就好了，你拍就会比较合适。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可能会买的不合适，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退换货嘛。174150，哎呦，174150哦。你穿 L 号可能会有点偏宽松。但是我们 M 号又没货了，我们 M 号卖完了。L 号长度应该是正好，但是可能会宽松。当兵时有喜欢诗呀呀，当兵时有喜欢诗呀呀。听不懂，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老公，你饿吗？还行。你想吃啥呀？有想吃的东西吗？想吃肉。烧烤。可以。那我就不拍了，叨叨。烤鸡脆骨给你来几个吧。你是不是爱吃鸡脆骨？还行。烤新鲜羊肉串不爱吃。烤五花肉要点。老婆，你要累了就下播了。感觉你今天有点累。我今天剪了1天片子，我当然累了。你就
下播呗。咦？哇哦！扁签牛肋条，你上次不会点的就是这家吧？哪家？叫炭火烧烤。你看我有没有点过的记录？上一次那家不好吃，东北什么？那这个不叫东北，它就叫炭火烧烤。我们今天就播到这儿吧。也2点了，大家也该休息了。拜拜。拜拜。